是汪苏泷唱歌难听，而是他真的快碎掉了。随着歌手2024节目的爆火，世界各地的观众们都在时刻关注着这场直播比赛，众目睽睽之下展露自己真实的唱功，可想而知这一届综艺的参与歌手们该有多紧张。然而在第2期节目播出后，国内的4位歌手瞬间被骂上热搜，杨丞琳的走音、二手玫瑰的宋嫂子以及海来阿木的土都在大众的意料之内，但是汪苏泷的难听却出乎大众预料。要知道，汪苏泷的歌唱实力是在此之前得到过大部分网友认可的，甚至比赛初期大家对他也是很看好。毕竟此前《生生不息》、天赐的声音以及时光音乐会等综艺节目上，他都展示过自己不俗的歌唱功底与歌曲改编的实力。但仅仅是一场直播比赛，汪苏泷的口碑却直转急下，网友们纷纷吐槽，这是将真实的唱功全部展示出来了。就连汪苏泷在直播中无意间看到实时热搜上自己的名字与难听同时出现在榜上后，脸色也瞬间变得有些难过。赛后节目组让他去安慰一下被淘汰的杨丞琳时，他也是犹豫着迈不开腿，一度难过地说，这还不如让我走了呢，还不如这么事已至此，被指唱歌难听的汪苏泷歌唱实力到底如何？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汪苏泷的唱功的确没得说，但是歌手这个节目可能不适合他，再加上汪苏泷这些年来对自己工作的懈怠以及能力的局限性，这才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提起汪苏泷，那就不得不提另外2位歌手许嵩、徐良，这3人曾是 QQ 音乐的3大巨头，无数90、00后青春歌单里的霸主。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这些年许嵩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创作才华，产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甚至有些歌曲还获得过官方的认可。而徐良也渐渐转型做了幕后音乐制作人，手里握着不少歌曲的版权，偶尔发发新歌，实力与才华也是让人纷纷称赞。唯有汪苏泷这些年为了跳出自己网络歌手的舒适区，一直常驻各大综艺节目，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并没有过度上心。虽然时不时也有新作品发布，但歌曲大多以翻唱为主，原创的歌曲只占了很少一部分。说起汪苏泷为什么频繁参加综艺，还要从他与公司打官司胜诉说起。当年汪苏泷和徐良与公司的官司胜诉后，各自拿回了各自歌曲的版权。正当2人收拾好心情准备继续做音乐时，却发现网络歌曲盛行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而当初听着2人歌曲长大的少年们，此时都已经对他们没有了印象，甚至还否定了他们歌唱的实力。面对此等情况，不甘心的汪苏泷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撕掉自己身上网络歌手的标签。他觉得如果要证明自己这些年的成长，就必须摆脱掉自己在歌迷眼里不成熟的印象。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汪苏泷开始了漫长的去标签化道路。2015年仙侠剧《花千骨》爆火，同时他的歌曲《年轮》也跟着受到观众的喜爱。这首歌曲是由张碧晨演唱的，但词曲部分却是由汪苏泷创作的。一时间，《年轮》的爆火为汪苏泷挽回了不少知名度，同时也让大众看到了他的词曲创作能力。2016年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一笑倾城》再次出圈，作为歌曲的创作者汪苏泷也再次用实力向大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可除了在词曲创作上下功夫，汪苏泷也开始了自己的综艺道路，蒙面唱将猜猜猜、吐槽大会、王牌、50里桃花坞等。为了能够赚钱维持自己做音乐，那几年汪苏泷一直穿梭在各个综艺节目里，而这也成为了此后观众们了解他的唯一途径。不过好在汪苏泷的综艺底子并不差，东北人自带的搞笑天赋，再加上高情商发言，也让许多观众被他圈粉。同时呢，他也成功借此机会撕掉了网络歌手的标签，但随之而来又被网友冠上了综艺咖的新标签。虽然参加综艺对于汪苏泷来说的确是打开知名度的一条途径，但他终归是歌手，相比于许嵩和徐良这2人近几年佳作频出，汪苏泷在创作方面就显得不太行。参加综艺这几年，汪苏泷也有在发作品，但是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偶尔有几首让人称赞的歌曲，也都来源于他参加音综时的翻唱，并非是他本人原创。
可见自从沉迷参加综艺节目后，汪苏泷就彻底在音乐道路上跑偏了。昔日的才子如今被骂难听，确实也是怪不上别人。但是话说回来，汪苏泷之所以参加这么多综艺节目，也只是想多挣钱来维持自己，继续做音乐。可见在他心里，音乐还是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本身就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在父母艺术氛围的熏陶下，汪苏泷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只不过从他过往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能力明显要比歌唱能力更强。或许当初他跟徐良一样选择走音乐制作人的路线，就不会出现如今被批难听的窘境。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这不得不从他儿时的经历说起。汪苏泷从初中就开始接触并学习古典音乐，在父亲严格的监督下，贪玩的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家练琴。高校毕业后，又顺利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此时正好赶上网络歌曲的年代，大部分音乐人都会将创作的音乐传到各大网络平台，并因此而火爆全网。汪苏泷也尝试着将自己的音乐作品传到网上，没想到几天的时间里，他就获得了多个音乐排行榜的首位。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火，汪苏泷一直都不敢面对，直到一个哥哥找到他说可以帮他签约出道，此时的汪苏泷才仿佛有了主心骨。随后收录在他首张专辑里的歌曲《小星星》爆火，让汪苏泷瞬间成为音乐排行榜上的常客。直到现在，许多90后、00后依旧会将这首歌放在必听歌单里。首张专辑爆火后，他又接连创作出了《不分手恋爱》《三国杀》等爆火歌曲。在那个网络歌曲的年代里，汪苏泷可以说填补了众多初高中生的音乐歌单，也成为他们青春记忆里的歌手。之后连带着爆红的许嵩、徐良两位网络歌手，被大众称为那个年代 QQ 音乐三大巨头。很可惜，这种爆火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就被经纪人哥哥推荐到可专业的唱片公司，在那里他与张韶涵、孙燕姿、李健等众多明星成为同事。可那个年代，网络歌手终究不被认可，也更不可能会有专业歌手的待遇。汪苏泷在公司里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但就算在这种打压式的环境中，他依旧接连发布了《万有引力》、《有点甜》等爆火歌曲，甚至还被春晚看中，邀请他跟徐良在春晚上合作一首《后会无期》，再次成为新的爆款。可惜好景不长，公司见他的歌曲如此火爆后，就在未经他和徐良的同意下，将歌曲的版权高价出卖，还开启了收费模式。汪苏泷一气之下也把公司告上了法庭。之后3年里，他便和公司解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边赚着诉讼费，一边出着专辑养活员工。由此可见，汪苏泷的创作能力并不差，甚至他创作的歌曲一度将他的音乐排名直接飙升到仅次于周杰伦的位置，可见大众对于他的创作能力的认可度。但是要论唱功，汪苏泷就不见得有那么吃香了。就例如早年间，他就亲自作词作曲发过一首歌，叫做《银河》，可惜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于是就有部分网友说这首歌给林宥嘉唱，说不定会有火的希望。这样的说法多了，汪苏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他也知道有些歌曲自己能够创作出来，自己演唱未必能火。就如2023年初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火爆全网一般。实际上这首歌出自汪苏泷2022年发表专辑《联名》，从专辑名就能看出这张专辑的词曲创作都出自他本人，只是邀请了来自华语乐坛10位不同风格的女歌手来演唱。由此可见，你让汪苏泷写歌作词，可能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但你要让汪苏泷把这首歌唱火，对于他来说就有些难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都适合他。除了歌手2024这档音综外，汪苏泷还参加过许多音综，包括像生生不息此类的比赛竞技类的音综，成绩都是不差的，并且也有许多首歌获得过大众认可。可到了歌手这里却被骂难听，这两种极端的评价也可以看出汪苏泷并不适合歌手2024这个节目。当然这些猜想并不是空穴来风。2013年我是歌手第1季播出时，我们就能看出节目是专业歌手的竞技比赛，像是第1季的齐秦、黄绮珊，第2季的韩磊、韦唯，第3季的韩红、孙楠等等。要想参加这档节目，没有过硬的歌唱实力是根本没资格参加的。此外，像参加这类比赛类的节目，选手选择比赛歌曲
曲也显得格外重要。毕竟只有一首歌的展示时间，你要选择抒情类的歌曲，除非是真的唱入人心，否则这类歌曲很难出成绩。而汪苏泷却恰恰是出了名的能唱情歌，声音细腻，歌曲里也很少有飙高音的部分，最出名的几首代表作也都是甜甜的小情歌。因此，汪苏泷来参加比赛后，不少网友都为他捏了把汗。如今经过2期选歌情况来看，网友们的担心是对的。第1期的想到我们，第2期的血肉都是抒情歌，尤其是在演唱血肉时，汪苏泷还加了一段独白，这段独白是和父母亲情有关的煽情话，这就让许多95后听众炸了。毕竟这是在童年时期经常看到的煽情桥段，他们觉得汪苏泷是在故意煽情，希望走捷径来赢取比赛。况且歌曲里加诗朗诵是真的不好听，2次选歌都没能选对，过度的煽情也让观众感到麻木，所以骂他难听也是有原因的。但说句公道话，要是看过歌手2024的直播现场，汪苏泷唱的血肉还是可以接受的，也比之前有了很明显的进步。网上也有客观的网友站出来替他说话，也将词条从难听变为表现，可是热搜一直顶不上去，以至于后期在直播里，汪苏泷看到热搜榜后，心态瞬间就绷不住了。这里呢，就不得不提起歌手的骚操作。此前邓紫棋在参加比赛时，被导演一句不换歌就换人，强迫着换歌。毛不易一首一荤一素唱哭了在场的日本天后，但依旧输掉比赛。而最令人生气的便是当初他们对张杰背刺2017年的假唱风波，至今都让张杰与星星们难以释怀。如今汪苏泷的处境跟张杰很是相似，当初在生生不息结束录制后，他就曾主动询问过节目组导演是否需要歌手，他可以为此调整档期，但导演当下拒绝了他的好意，直到最后其他歌手一听节目是直播的方式后，纷纷婉拒。无奈之下，汪苏泷这才被紧急拉进来补位。如今节目组为了热度与流量，逮着汪苏泷一个人使劲薅，真的应验了网友们的那句话：当初是你叫我来的，如今想赢又不能赢，想走又不能走。曲风的不适合，再加上节目组的不放人，这让汪苏泷在这个节目里很难适应。但换个思路想，或许参加这档节目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看到自己歌唱实力的差距，又能在比赛的氛围下提升自己歌唱的实力。如今歌手2024已经要迎来亚当这位能力者，希望汪苏泷能够在经历2期低谷后，迅速转回巅峰时期的自己，实现逆风翻盘。无论是参加综艺节目而让自己在音乐道路上走偏，还是自己能力的局限，又或者选错了音宗，汪苏泷如今被骂难听一点儿也不委屈。但是骂归骂，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汪苏泷是有一定歌唱实力，要不当初在网络歌曲盛行的年代，他也不会有着不俗的成绩。如今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希望汪苏泷接下来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歌曲，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每个艺术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汪苏泷的舞台在哪里？或许只有时间和他自己不断的努力寻找，才能给出更好的答案。